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先來看一下下周有哪些重要的經濟數據。那麼，因為周一是這個美國是假期，是這個 Memorial Day，對吧？是這個紀念日。那麼在這個周二有一個消費者信心指數，然後周四 PCE 數據，這是比較重要的。然後還有 GDP 數據。跟就業相關的，所以重要的是在周四看一下這個 PCE 數據。好的，這是跟這個宏觀經濟相關的一些數據發布。那麼財報還在繼續中，但是大的公司或者說關注度比較高的公司已經出完了，尤其是英偉達財報。那麼下周還有哪些小公司的財報呢？有這個關注度比較高的，這個是 Costco， 對吧？還有一些在我直播中大家有提問過的一些這個公司，但是它這個不全，這個只是這個網站呢，他們選出來的，他們覺得關注度比較高的，或者他們選的這個股票。等一下我們會多分析幾個，因為還有幾個比較有意思的。我們來看一下，先看一下標普。那麼現在這個標普，我們每次分析都是從這個月線來分析，对吧？月線我們一直說我們盯的點是這個666.79，也就是它的起漲點。本月的話還有一周時間就結束了。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從666.79這個起漲的話是一個1、2、3、4、5、6、7，按照我們纏論劃分的話是第7筆。如果說你用波浪的話，因為波浪它沒有7，它只有1、2、3、4、5，對吧？就1、2、3、4、5。其實5也好，7也好都無所謂，你只要看它的這個模型，或者你只要看它的這個 pattern 就可以了。什麼 pattern？就是這個每次回落不碰到前面這個小高點，就前面上漲的這個高點，它這個後一次的回落碰不到它。那麼它如果說一直按照這種模型往下走的話，你管它是3還是5還是7還是9呢？你只要維持這種模型，它都是這種模式，對吧？它沒有變化。所以說，你不論是用波浪分析是5啊，還是這個纏論分析是7啊，對吧？它只要維持這種狀態下，那麼它就會一直延續。所以它每次回落的時候，你關注的不是要回落到哪個位置，而是回落到能不能碰到前面這個高點。碰不到的話，它還可以繼續往上走。如果說碰到了，那麼這裡面你就沒有辦法用波浪了，我們就需要用纏論了，因為這裡就形成中樞了。但是這種以浪形模式往上走的也是有中樞的。這個就是中樞，在纏論裡面，這個就是中樞。只不過這個中樞，在我的這個分析中，我管它叫類中樞，或者說這個中樞不是那麼的飽滿，它是，但是呢，這種結構越簡單的這種中樞，說明它的動能越強。大家記住這句話：結構越簡單，動能越強，或者說多空的共識就是表達的越強。什麼叫多空共識下的這個上漲呢？就是多頭敢於做多，空頭也不敢做空，這種情況下，它就會往往以这種單邊的，或者說以這種浪形模式的這種表達出來，這種是最強的。稍微有一點回落，它都不需要2次回落。是這個我們經常說的纏論這個中樞是2次回落構成中樞。你像它這種以浪形模式往上走的時候，它都不需要2次回落，說明強啊。說明多頭的意願表達非常強，然後空頭也不敢去做空它，才會出現這種強勢表達。一旦你發現你做的股票的某一個周期出現了這種強勢表達的時候，你就不要輕易賣掉它，因為它在強的時候，你為什麼要賣呢？很多人是喜歡賣，什麼走的強他賣什麼，什麼走的弱他去買什麼，你這不是正好是這個錯誤思維嗎？或者說啊，我漲了，我害怕我這個現在不賣的話它回調，對吧？害怕我賣晚了，然後他又回撤了，對吧？怕這個也可以理解，這是我們這個每個人都會有這種就是有這種想法是没有問題的。但是我們在投資裡面反而正好你應該相反來操作。你發现它強的時候，那麼你每次加倉的時候都應該勇敢的去加倉，但是漲的時候，因為我們是利用這個技術分析把我們的成本降下來，但是你的底倉是不動的，对吧？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標普的大盤
因为它是一個浪形模式。我們簡單的這個延伸的說一點。那麼現在關注的重點就是這個第7筆。那麼這個第7筆，你首先要看什麼？每一個筆也好，或者說一段圖形拿來之後，你要看它有沒有頂底分型。任何的轉折都需要有頂底分型才能轉折，對吧？現在頂分型沒有，頂分型是沒有的。前期是出過幾次頂分型，但是出現頂分型以後，不是說你這個頂分型就要回落成一筆，100%要回落一筆，它也是可以是一個中繼頂分型。比如說頂分型出現了，它可以被打掉，然後再次延續上漲，那你這個頂分型就變成了一個中繼頂分型了，對吧？所以說，但是前提是要出現頂分型才能夠出現轉折，沒有出現頂分型的時候，在這個交易週期你是沒有辦法操作的。也就是說，沒有頂分型的時候，你連進場做空它的依據都沒有，你憑什麼做空人家，對吧？頂分型都沒有你就去做空，你就覺得漲得高了就要做空，你這不是猜嗎？對吧？不要去猜。在纏論裡面，我們不去猜，我們是有明確的交易信號的。我們開倉是有交易信號的，出倉，買入是有交易信號的，賣出有交易信號，我們都是有嚴格的交易信號的，對吧？有依據的。問任何一個位置我要止損了，比如說它打掉這個位置我要止損了，那你要跌破這個位置啊，對吧？我不是猜啊，這個可能是要暴跌了吧，或者說某一個小道消息給你受到了刺激，你去那個做出這個止損操作。或者你受不了了，跌的你受不了了，啊，這個位置去止損了，割肉了，沒想到賣在地板上了，然後它一個反彈開始上來了，對吧？所以說，不要根據自己的情緒去交易，很多人喜歡情緒化交易，這個其實是大忌。在我們投資操作中，你要保持一個相對情緒穩定的一個狀態，你才能夠應對每一天這麼多的消息。現在不是說消息少，現在是消息太多了。各種媒體，各種 Twitter 啊、X 啊，還有什麼那個特朗普的那個 social media 啊，還有各種新聞的給你推，太多消息了。你如何能讓自己定下來？如何讓自己能夠平靜的對待你這個你所要投資的這個標的，或者說你投資的一個組合，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那麼但是有一個辦法能夠讓我們保持在相對的平靜狀態下，就是你的持倉成本。如果說你的持倉成本很低，打個比方，針對標普，如果說它算是一個很多人也是會投資這個標普這個指數的，對吧？如果說你的成本在2000塊錢附近，那麼現在是7000多，你已經大幅盈利了。那麼它一天跌個10%、20%的，你不會恐慌的呀，因為你的成本低，它即使跌個10%、20%的話，你也是賺錢的。所以你只要是賺錢的，你就能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你就是少賺一點而已嘛，對不對？你不虧，首先讓自己不虧，你只要能立於不虧錢的這個位置，你的心態相對來說就會好很多。大家可以這個試一下，拿一隻股票，你先做到不虧錢，把你的成本、你的持有成本你做到0，甚至做到負數，你感覺一下，它每天波動個50%，你真的是無感的。或者說你不會對那種波動再有很大的強烈的反應了，你會很心情平和的去應對它，去處理它，你會發現你的交易會順當很多。大家可以嘗試一下，這是我一個建議。那麼針對這個標普的話，就是沒有頂分型，它就會繼續延伸。但是雖然說沒有頂分型，我們還要分析最後這一筆，因為是最後一筆了嘛。就是說這一段現在的這個第7筆，不是說7以後就不可以有9了。也可以有，但是現在這是第7筆，我們要分析一下最後這一段的內部結構。這就是我們在這個直播中經常偶爾會提到這個週線這個結構的。那麼在週線上，3491是它的起漲點 ，A 中樞、B 中樞，對吧？兩個中樞的高低點沒有接觸，這就是一個趨勢上。那麼針對這個趨勢上這個結構，我們看一下，把這個刪掉哦。針對這個趨勢上，那麼我們是主要關注的這個 C 軸這個大 B 中樞，對吧？大 B 中樞還出了一個3買，那麼3買之後，那麼從4835這裡就是 C 段了，就是
什麼時候是算小 C 段，什么时候不算小 C 段？我们在模型里面这样在模型里畫一下。之前我是说过的。那么只有出现3买的这種情況下，你後面這段才算 C 段。如果說沒有3買的話，因為它可以是一個中樞震盪，它可以是一個中樞震盪再拉回來，對吧？那麼拉回來的話，就是圍繞最後一個中樞在做中樞震盪，它是不算 C 段的。所以說只有包含3買的這個離開才算 C 段，所以這就是在走小 C 段。那麼包含3買這個小 C 段又是3筆，那麼我們能夠清晰的看到它這個1、2、3，明顯這個3是短的，對吧？這是目測我們就能看出來。但是呢，短是短，但是它要結束這段，你能說它現在結束嗎？對吧？現在我們看一下頂分型是也已經有了，我們看一下比較一下，7338，這是7333，對吧？頂分型現在已經出現了，但是根據我剛才說的，出現頂分型，你要判斷它是不是一個中繼頂分型，還是說能夠延續出回撤一筆的。那這裡你就要降低周期了，看一下它的日線，這就是我們平時在做直播的時候要每次先分析一下標普。那麼到了日線之後，從6316到7517還是一筆，它之前是出現過一些回盪，但是都不夠筆，只是一個次級別的一個回落。那麼在日線上的話還是一筆。所以說，在日線上，它現在其實是處於一個中陰狀態，就是最後這段，它要麼選擇方向，要麼是繼續上漲突破7517，要麼是跌破7333，你這樣的話就有方向了。那麼要麼就是向上延伸的一筆，要麼就是出現回落的一筆，對吧？現在它沒有方向，所以這個位置是處於一個中陰狀態。我們再看一下1小時，那麼這個我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已經說過了，它是一個3中樞趨勢上。A 中樞、B 中樞、C 中樞，然後 C 中樞還帶了一個小3買，對吧？走得非常強。但是在周五直播的時候，我們已經分析過一個位置了，當時分析的時候是一個等比例的位置在7490，對吧？我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已經說過這個位置了，是一個1、2、3的3是等比例的位置，所以說它在周五尾盤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回落。那麼下周2開盤以後，我們要關注的就是這個1、2、3這個3的4的回落。如果說碰不到這個小高點，還可以有5，對吧？不是說這個1、2、3它等比例了就要殺回來，它不是這樣的。所以說還要看這個小位置，因為在1小時上它完全可以是比如說剛剛回落一點點，然後繼續往上走，就走一個更飽滿一些的結構。所謂飽滿就是比如說1、2、3它這個3它走的比較強，它不夠飽滿，那就可以回來繼續往上走，對吧？所以說這就是我們到下周要關注，在指數上我們要關注它。如果說它殺得非常強，直接一個跳空缺口，我們把這個也去掉。如果說出現一種情況要走反向是怎麼樣呢？我們要把它拽過來。好的，我們現在只關注7517右側的。如果說要走反向，我們來推演一下它什麼情況下會出現這種情況。那這樣的話，這個位置就有一個中樞了，那就會出現一個跳空缺口，比如說周2直接跳到這個120小時均線這裡，跳到這個位置，直接往下砸，對吧？那給你一個反彈，不回去就會形成一個3賣，然後再繼續下，這樣走，對吧？那這樣立刻就走反向了，也就是說7517就是這個短期的這個高點了，那麼就會出現進入段2次反彈。然後確認，然後再往下走，給一個小3賣，然後繼續往下走，走離開，那這就全走小 B 段了，對吧？這些走小 B 段之後，它完全是可以在下面這裡再生長出來一個中樞，然後走一個大 B，就是上面這是大 A， 這裡做出來一個大 B， 然後再結束整個的這波下跌。那麼這個下跌是什麼位置？這個下跌它可以是日線的一個2買，我們再回到日線。我剛才在這個1小時上所有的推演，它可以是就日線的一筆回落。那麼這個日線的一筆回落，你還可以用這個黃金分割去測一下，對吧？那麼可以到潛在的，這是0.382，或者到0.5，或者到0.618，具體到多少我們不知道，但是這是一個潛在的一個得到支撐的位置。還有均線，也可以是殺到200天。120天，對吧？2個均線這裡也可以。如果說出現一些
不論是地缘政治刺激啊，還是一些什麼其他事件的刺激，上到这個位置，这理論上是没有問題的，理論上是没有問题的。至於到不到，你需要後期小跟蹤，就是小周期去跟蹤它。怎麼跟蹤？怎麼跟蹤？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去跟蹤，就是看力度，在小周期上，你要關注它的力度變化是什么？什麼叫力度？就是這個強弱，就是說帶跳空缺口的，比如說從這個位置。我直接一個跳空缺口就到這裡，然後快速往下殺，這就是力度強啊。帶跳空缺口，跳空缺口就是力度最強的表達，對吧？所以說，如果說帶跳空缺口，然後又是以浪形的模式，這都是强势表達。什麼是弱？我回來做中枢，哎呀，可能做9段中樞，我再往上下做2個9段中樞，這就是弱呀。這是很簡單的一眼你就能知道現在是強還是弱。那麼你要做多，你肯定不願意做這種弱勢的呀，或者說你要做空的話，你肯定願意是每次反彈我要做空的，每次反彈我要做空的，对吧？是這種情況下，你要做多的話，那肯定要等啊，我要等這2個中樞都出來了，表達的这個完整了，飽滿了，然後我還要等什麼？我還要等這裡多頭的顯現，我要等這裡多頭要出來，我才進。雖然說我2個中樞弱了，但是弱並沒有多頭的表達的時候，我也不進，這一定要注意。很多人願意埋伏，我先埋伏一點吧，但是你其實浪費時間的。你等它多頭出來那一刻再進都來得及，你不需要先埋伏的。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指數，我們今天講的相對的多一點，就是延伸的多一點，希望能夠對大家有些幫助。那我們來看一下，首先來分析幾個，有2個是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有會員朋友加入會員的朋友提問，然後我沒有時間分析，我們就拿到今天來分析，有2個，然後還有一些要出財報的，如果說時間還夠的話，我們就會再多分析一點這個現在市場上動能比較強的，但是我每次盡量會把這個周末復盤控制在1小時以內，所以如果說時間不太夠的話，我們也分析不能，也沒有辦法分析很多。還有就是會員朋友們，歡迎大家在我的頻道下方留言。對吧？但是不知道是系統的原因還是什麼其他原因，有的時候偶爾會看不到。如果說你發現你的留言在1、2天之內我沒有回復的話，那可能我就是沒有看到，我就建議你再多發幾次，對吧？多發一點沒有關係的，沒有人規定不允許多發的，對吧？所以說我沒有回復你就多發一點，這樣的話我只要看到了，我就會及時的跟大家進行一個交流。還有就是跟纏論相關的問題、技術方面的討論都可以在頻道下方留言。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先看一個 NBIS， 這是這位會員朋友們的一個提問。那麼這個公司其實大家都已經非常熟悉了，我們也再簡單的說一下。首先，這個 NBIS 啊，Nibis，它不是美國公司，它是一個歐洲公司，它的總部是在這個荷蘭阿姆斯特丹，它主要是提供 AI 基礎設施服務。核心是圍繞英偉達的這個 GPU 構建的大規模雲算力平台，然後呢，它主要涵蓋了那個自動駕駛啊、教育科技以及 AI 的這個數據標注，然後它是歐洲領先的獨立 AI 雲供應商，被視為除公有雲巨頭外的 AI 開發者的首選算力。那麼它的主要競對手也比較熟悉了，就是微軟的一些雲吶、亞馬遜的雲吶，對吧？還有這個 CoreWeave， 大家散戶比較熟悉的這個 CoreWeave 是它的主要競對手。但是呢，它的这個現在問題就是資本支出比較大，還有一些地緣政治的餘波，因為它其實原身最開始其實是一個俄羅斯公司，後來慢慢轉變成一個把它想去掉這大家都比較熟悉這些地緣政治，我們就不多說了。但是呢，因為它原來有這個背景，所以它會在部分市场會面臨一些比較嚴苛的一些審查，這是它現在的一個問題，或者它在現在所處的一個狀況。那麼看一下它的大結構，先看一下月線上，它的月線下面做了一個大中樞，這裡做了一個大中樞。然後給了一個3碼，也就是說在月線上其實在走小 B 段，對吧？那麼這個1、2、3我們之前也測過，3是不背馳，是在這個200是這個背馳等比例，現在已經突破200了。那麼現在就看這個3的延伸，
它的延伸力度。好的，那么我们再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这个周线。那麼在周線上的第3段也是一筆，那麼我們繼續降低周期，因為只有一筆的話沒有結構，你就不需要做過多分析。看一下日線上，日線上也是一樣，我們要分析的重點就是這個73.52。73.52在日線上 A 中樞，然後也是 B 中樞，然後 B 中樞也是3段，你會發現這個結構發生了統構，也就是說在大周期上是這樣的結構，小周期也是一樣。比較一下，哎，發現一個位置，也就是這個214，214這個位置剛好是一個等比例的位置，對吧？那麼它也是出現等比例，現在在這個位置上下開始在這裡跳動。那麼它也是一個中陰狀態，它這個狀態跟我們剛才說那個指數一樣的，它這個是有一個區間，或者要叫一個中陰狀態，它沒有方向，它需要選擇方向，要麼是再次跌破183，要麼是再次突破233才有方向。如果選擇突破，那麼就是前面一筆延續，也就是3沒結束，1、2、3的3沒結束，那就不背馳了，對吧？不背馳呢，就可以繼續往上生長，可能去到 1.618 去了，也就是在260，它完全是可以這麼生長。3沒結束，3的內部是有結構的，對吧？它可以慢慢的生長出2個小中樞，然後到260，也可以是向下回落一筆，那麼就是1、2、3的4。4之後要看碰不碰到前面這個小高點，碰到的話就會這個出現中樞了。那麼下面也有中樞，這裡也有中樞，可以是一個這個中樞高低點，這個在132沒有碰到，那就也是可以一個趨勢，2個中樞趨勢上可以繼續往上走，對吧？所以就看它怎麼選了。下周這個它也是財報已經出完了，對吧？財報已經出完了，就看它怎麼選擇。所以說現在也是，首先你不要追了，對吧？它既然處在一個這個區間震盪，你就利用小周期去做區間震盪就好了。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NBIS， 然後他還問了一個，這個我們好像之前沒有分析過，這是 ZS。那麼ZS 這個作為它是什麼呢？它是雲安全領域的這個公司，它的主要競爭對手大家其實都比較熟悉，有這個PNW。還有這個 CrowdStrike， 這是之前有朋友問過的，這都問過。還有這個 Cloudflare 也是它的競爭對手，所以它是主要就提供基於雲原生架構的網絡安全公司，對吧？那麼既然一說網絡安全公司，大家都比較熟悉。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圖形，它也是把這個圖形縮回來。現在我們看的周期是月線，那麼這個在這個月線上的話，它這個結構其實比較清晰的。那麼前面這個1、2、3，我是作為一個進入段，然後開始在這裡震，它月線上震出了一個大中樞。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現在這個中樞有多少段，這是進入段，然後1、2、3、4、5、6、7，是震出了7筆，還不到9。那麼現在這個月啊，本月剛好是上漲了39%了，已經上漲的挺猛的，而且出現了一個月線的比較大的、比較強勢的一個底分型。對吧？現在就看它這裡月線這一筆能不能夠再次生長出來，還是要往上延伸，還是說要走離開？它完全是可以走離開這個大中樞，對吧？也可以，但是現在只是出現了一個雛形了，出現了一個底分型。那還要看，因為我們是雙出發，首先要底分型出發，你觀察，你還要觀察這個回落這一筆的內部是不是有3段的打折，是不是有5筆打折，對吧？是打個3折還是打個5折？你要觀察它的內部。觀察的內部的目的是保證，或者說讓你更接近這個拐點，或者說讓這個你進場的時候你的依據更全面一些，而不是單單基於一個底分型，對吧？你要更全面的分析，就要看它的內部結構。週線，那麼週線上還是一筆回落，但是週線上這筆已經出現了一筆反彈。我們看一下裸 K， 現在馬上就要面對這個200週的壓力，然後是120週的壓力。對吧？現在200週大概是在188.57附近，188附近。說它如果說能頂到200週，
200周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長期的一個這個壓力關口吧。但是現在這個 MACD 其實還沒有全部漲起來，看它的 MACD 只是剛剛在下面開始張口，对吧？如果说它真能夠強勢起來的話，這個一定要，就是說即使有回撤的話，如果說有回撤，它比如說在這裡橫一下，就要立刻往上走，才能夠延續這種力度。如果說不是這種力度的話，那可能就是要我們這樣的話推演一下，它可以在這裡先停頓一下，給一個二買，然後再往上走。那這個，因為它是周線上，對吧？如果是周線上回落一筆的話，就需要5周啊，就是1個月左右的時間。那這個時間可能就拉長了。這是在周線上，我們大概看一下，我們再看一下日線。那麼日線上這個結構，我們看前面的這個回落，從336.99回落的話，一個大中枢下來，然後可能這裡有一次回盪，然後就開始在這裡做中樞，然後繼續下來。這個結構是飽滿的，發現沒有？在日線上這個結構是飽滿的。然後從114.63，其實我們現在只關注114.63右側的這段的成長，就是說它如果沒結束，日線上這個結構如果沒結束的話，它就可以一直往上生長。現在是個什麼結構呢？進入段2次回盪，做了一個中樞，然後走離開，然後它完全是可以，比如說給你一個300回踩，還可以往上走，然後甚至出現一個浪形的往上走，然後再回來，再做第2個中樞，然後再上去，對吧？所以說為什麼我們說只需要關注右側的原因，是因為它沒結束。所有的這些，如果說這個的右側沒結束，也就是說它的右側上漲沒結束，你就不能夠說它現在要往下走，對吧？所以這就是我們要關注這段的原因。我們先測一下這個中樞的進入段跟離開段。現在是不被持的好消息，对吧？突破了173.12，這段起碼現在是不被持。那麼不被持就看它下周，而且好在這個還有一個就是它的 MACD 張口很大，张口张得不錯，然後這個柱子的面積都在這個相對比較高的位置，沒有出現明顯的回縮，說明這個離開段的這段是不錯的，或者說從整體這段上來的這個整體的力度都是不錯的。那麼現在這個如果說要維持這個離開段的力度繼續往上衝，那麼看它能不能衝到哪兒呢？就這個200天均線，它要衝到這個位置，大概在220附近吧。如果能到这裡的話，那就有希望，因為它明顯不被持了呀。即使回落的話，这是出現300，那出現300你要敢於買，然後看它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中樞，還是說出現300之後我直接一個微轉往上走也可以。所以這個位置無論如何你都要買的，出現300回落的時候。當然了，強這個稍微比較強一點回盪，它完全可以再踩一下這個120天，然後再往上走也可以。所以說這就是你要去慢慢後面去跟蹤它了，對吧？那但是如果說它的基本面開始好轉，剛才我們已經說過它基本面，尤其是月線上出現這麼一個大的中樞，如果說走離開的話，那就厲害了，對吧？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會員朋友們的提問，因為在周五沒有分析到。那麼我們再繼續往下看，還有其他一些要出財報的，這就是我剛才說，我們剛才看的那個網站上，它這個沒有列出來很多，但是有一些比較有意思的，然後其他會員朋友們也提問過的，我們也要分析一下。首先看一下這個 Marvell， 這是 MRVL 這個公司，是有朋友首先在頻道裡面提問過，再加上它現在也是最火的這個半導體啊、數據中心設施相關的一個公司。它主要是啥呢？中文可能把它翻譯成叫美滿電子，是这个全球領先的數據基礎設施半導體供應商，主要專注於高性能的數據中心、網絡連接以及存儲芯片。核心產品包括光通信芯片以及定制化 AI 加速器。它主要是啥？就是這個極高的定制化芯片研發壁壘，以及與這些雲巨頭與這個亞馬遜啊、谷歌呀、深度綁定，在高速光互聯領域擁有領先的技術研發優勢。那麼它屬於什麼呢？它在這個 AI 基礎設施連接芯片，它屬於老二號玩家，它僅次於博通，博通是老大，這個 Broadcom。所以說博通是這個基礎設施連接芯片是這個龍頭。然後呢，它現在主要問題就是這個客戶高度集中，它的客戶就是少數
依賴這些少數的頭部超大規模的这些雲廠商，对吧？所以说它现在是依赖性比较强，对这些这个大的云厂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形，图形上也走得非常牛。现在看的是 3M， 也就是季度图，大周期的季线的，每一根 K 线都是一个季度。那么它的周期是下面有一個大中樞，下面做了一個大中樞，然後給了一個300，然後出現了一個123，對吧？這個結構我們剛才分析了那幾個之後，你會非常熟悉。所以這就是纏論厲害的地方，一套理論可以用來分析任何的圖形，你只要是圖形化的，都可以用纏論來分析。那麼這個123測一下背不背馳 1.618 已經衝到了 1.618 了，還不背馳，對吧？那麼不背馳的話，它就可以繼續往上走。那甚至有回落，我還要敢買，因為這個針對前面這個的話還是300，因為這裡有一個類中樞啊，對吧？它還是可以，有一個回落的，還可以繼續往上走。好的，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季度的這個離開的這個3浪或第3筆它的內部。月線上，有結構了。月線上進入段2次震盪，然後開始做真樞，然後又走離開，又是走的月線的這個中樞的離開段。那麼你又變了，又要分析的是月線這個離開段有沒有背馳，內部結構有沒有飽滿。一點點這個通過纏論的區間套就是這樣分析的，每一個股票拿來你都是這樣分析，就是要看我的最小結構裡面完沒完成。這個公司想要暴跌，想要那個出現那個回落，它的最小週期，也就是1分鐘上，如果說都沒有結束的話，你怎麼可能結束其他週期呢？因為它是一個生長狀態、聯動狀態，而不是說，哎呀，我大週期上看着可能要結束了吧？如果說你連1分鐘，或者說60分鐘，我們經常分析到1小時，如果說連1小時圖形上都沒有結束，你怎麼可能說它結束呢？對吧？沒有一點依據，所以說這就是利用必須要用區間套往下降低週期分析的原因。看一下週線上，又是這樣的結構，發現沒有？又是進入段，然後一個回檔，又是一個離開。為什麼強？你會發現這個公司，因為它每一個都在走離開段，每一段都在走小 B 段，就是 B 中 B 中 B， 就是小 B 段，它的內部又在走小 B 段，這個次級別的小 B 段的小內部又在走小 B 段，就是次級別的次級別的次級別都在走小 B 段。為什麼強？強就藏在這兒。這個小 B 段啊，類似波浪裡面的這個3浪3。如果說你比較熟悉波浪的話，3浪3的3一般都是這個主升浪，所以說它為什麼強就強在這兒。所以說到了週線之後，又是在走小 B 段，我們又要分析小 B 段，因為明也不背馳啊，你目測也知道離開段比進入段強。那麼看一下日線上，日線上現在有點變化了，甚至比剛才看的還要強。強在哪兒呢？就是 70.69 之後是一個1、2、3、4、5，它都沒有飽滿的中樞，它只有一個這個我們所謂的這個類中樞，對吧？是以浪形模式走的，這就是更強的狀態。結構越簡單，動能越強，一定要注意這個。所以說現在是處於一個非常強的狀態，但是你也不能去追漲了，為啥？它在日線上是處於一個5了，1、2、3、4、5，尤其是在這個第5段它表達弱的時候，你是不能去追的，因為那隨時可以給你一個回落，在這裡做中樞，然後再上，對吧？所以說這個第5段看一下它的小週期已經有中樞了，從這個起漲點再中樞，還有一個小300，你會發現越來越弱了，對吧？到1小時也弱了，那你就不需要去再如果說你有那個能力，如果說你自己操作的話，你還要再看什麼？你還要再看這個最後這段的5分鐘、15分鐘上是不是也飽滿了？那這樣的話，那可能就要結束了。也就是說，它這裡要再次回來，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中樞，還是說在日線上直接有大幅的回落，然後開始在這裡做中樞？但是現在日線上頂分型也沒有，對吧？它是要在5月27下周3盤後要出財報，所以說你要看財報之前是不是先給你來個1、2、3上漲，還是說要給你一個1、2、3的下跌，等待回落？對吧？如果說在財報之前只是4根回落的話，它還可以再出現上漲的，因為財報的原因刺激它這個3沒結束，所以說這具體怎麼走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簡單測一下，如果說要回到這個中樞裡的話，從周五收盤價到這個位置是10%，對吧？空間並不大，就是我回來的話，你要敢於買，尤其是對這種基本面又好、圖形又非常簡單的這種，一定要敢於買。你如果說又不敢買又不敢賣，那你這個交易就會很錯亂。好的，繼續往下看，戴爾
是5月28號周四盤後。那麼戴爾的话也是，它这个公司也是挺那什么的，挺神奇的。为啥呢？它是属于这个从傳統的 IT 硬件完美的轉變成了一個 AI 算力主力巨頭，對吧？那麼它主要是提供 IT 硬件以及這個基礎架構，核心就是這些 AI 服務器啊、存儲設備為主的這個基礎設施方案，以及當然了，它也有一些 PC 端的筆記本啊，這個產品。它主要是無與倫比的供應鏈整合力以及全球的這個政企渠道。以英偉達的這個芯片巨頭擁有極高優先級的深度合作，能夠優先拿到稀缺的 GPU， 同時其深耕數十年的全球企業級服務網絡構成了極高的壁壘。那麼我們看一下，它的大客戶很多了，微軟啊、Meta 呀、特斯拉呀、三星啊，以及全球大多數財富500強企業，還有一些大型的這個雲服務商，這些 hyperscalers。以及一些頂級的醫療科研機構都是他的客戶。他主要競爭對手有這些什麼超微電腦，大家可能知道有一個超微電腦，還有惠普企業，還有聯想啊，聯想跟他競爭是在服務器那個方面有競爭，還有這個蘋果也是在 PC 端是有一些競爭的。但是它的最大困境是什麼呢？液冷等新技術高昂的轉型成本以及傳統 PC 業務的疲軟。它在這個2026年，它最新推出的這個18代的 PowerEdge 系統需要向高昂的直接液冷全面轉型，對吧？它現在需要轉型，這個可能是一個痛點，以及極大的壓縮了硬件毛利率，導致出現增收不盈利。就是說你收入看上去挺多，但是不盈利，這個就是一個大的困境。好的，這就是這個，但是呢，還有一個就是傳統消費級的 PC 復甦依舊緩慢。這是它現在主要的一個困境。我們看一下圖形，圖形上很簡單，對吧？圖形上從這個現在看的是月線，月線上你會發現就是一個浪形，它在這裡出現過一個大的回落66.25，但是並沒有碰到，所以這就是我們剛才總結的浪形模式，1、2、3、4、5走了一個5浪。那麼我們剛才說了那麼多，大家都已經非常熟悉我該怎麼分析了，對吧？就是區間套，一點點往下。用區間套的方式，類似一個剝洋蔥的方式，對吧？在外層是這種結構，我要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對吧？就是區間套、降低週期、週線，也是一個浪形，3浪，啊，又變了。我先比較一下這個1、2、3的這個空間大小，是不是有背馳啊？還是說等比例啊？哎，到了1.018了，不背馳，那說明這個力度強。我們繼續降低週期，看一下它的結構，日線，又是一個浪形。1、2、3、4、5，對吧？你會發現這種浪形結構的時候非常爽，尤其是你在底部持倉的時候，你會發現非常爽。很多人，我不是在周五直播的時候說，哎呀，這公司瘋啊，好瘋啊，好厲害啊，漲得好猛啊。猛的原因是你在下面沒進吶，對吧？你到了這個位置都1、2、3、4、5了，你問我，你說，哎呦，該怎麼辦呢？漲得有點那個受不了了，你想那個追，對吧？你去追，你一追，啪就回來。所以你是在下面沒進。你等到漲的時候，漲到這兒了，你才發現它，你想往裡衝了，那這個心態是不好的心態，對吧？你要是首先要去做基本面和比價關係的這些分析，這是纏論的這個，很多人只是把纏論單單的當成一個技術分析系統，就是浪費了纏論了。纏論最好的這個模型啊，思維模型禪師給到我們的是3個維度疊加，你不一定要用基本面、比價關係，然後技術分析，你可以用其他的維度，但是要用3個。對吧？你可以是對這個公司的這個領導人 CEO 的一個分析，然後比如還有一個小道消息的一個分析，還有一個其他什麼消息，還有一個其他什麼維度的這個分析，也是3個維度。你不一定是基本面、比價關係，還有這個技術面，只不過這3個維度是我們小散戶能夠觸及到的。你像那種內部消息，你有內部消息嗎？對不對？你如果說有內部消息的話，你也不用來聽我們的這個分析了。所以說，為什麼禪師給到我們是用基本面、比價關係和這個基本面那個技術面？因為這3個是我們能夠觸及到的，對我們是公開的，對吧？是對我們是公平的。所以說，尤其是技術圖形，你只要是有買賣的話，我們在技術圖形都能看到。尤其是你要加上那個這個成交量的話，所以說這個是公平的。是這個對散戶，尤其是我們這些，你像那些機構，他們都是武裝到牙齒啊，
他們的這個工具、他们的信息渠道、他们的人员研究，比我們小散戶要多得多得多。所以說，對我們來說，只有一些簡單的一些，但是就足夠了。你如果說能夠把這3個維度結合起來的話，已經夠你來跟這些大機構來競爭了。所以說現在又是這麼一個結構，5浪的結構，那你就要跟蹤這個5了。它是在這個我們剛才是不是已經看過了？它是在什麼時候出財報來的？5月28號，5月28號周四盤後，對吧？那就這個5的是不是要繼續往上？不是說出現了5了，它就這個要結束。你要看它的內部。但是現在這個5現在只有4根 K 線，走得很強，但是 MACD 現在這裡是慢慢的發現這個柱子的面積，跟最前面這個比的話是有點弱，但是後面幾段還好，所以說，但是這個5可能沒結束，它可以繼續往上延伸，因為這個財報的刺激的話，那你可以簡單的從這個先比較一下3和5，因為它這個3走的也很強，它如果說要到等比例要到353呢，那麼353這裡從周五收盤價20%，對吧？它只有突破353，它才能夠跟5比較不背馳。如果說不能夠到353的話，那就是這個第5段可能結束了。但是它只是日線上的一個浪形的第5段，它完全是可以回來，還可以走7，甚至走9。這就是你在用一個模型分析的時候，你要看它的規律，你要看它的 pattern 是什麼。它如果說一直是一個以這種浪形模式的時候，它就是強啊，除非是什麼時候回來了。回來了做中樞，它改變了這種模式了，改變了每次回來不碰到這個前面那個小高點的，它就變化了。是做了中樞之後，是不是要走離開呀？還是說1、2、3、4、5結束了，要走一個浪形的1、2、3？那麼其實在這個裡面不是也有中樞嗎？出現這種的話，你還不能夠完全要把它分成2半，它這個位置還是可以繼續上的。如果說不能夠繼續上，就是這樣走。這個時候這個反彈就關鍵了，就是這段的反彈。這筆反彈是非常關鍵的。如果說它要弱的話，那這個位置要去應對了，因為它是2次反彈確認，所以這個位置是非常關鍵的。那麼直接決定了它是不是要走向下的這個趨勢，向下的這個結構。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戴爾，我們再趕緊加快速度看一下 Costco。Costco 的話，我剛才查的那個是在下周出財報，但是它這上面寫的是大約。我們先不管怎麼樣吧，我們先分析一下。那個 Costco 的話也是一個非常牛、非常強的一個公司。那麼主要是啥呢？就是我對這個，雖然說我手裡沒有它，但是因為它是它的這個如果說你在底部沒有的話，在上面是很難拿得住的。它是啥？它是查理芒格一生推崇的完美企業，对 Costco。那麼它主要是這個全球領先的會員制的倉儲批發零售商，大家在美國都非常熟悉它了，我就不需要過多的講這個公司的基本面了。那但是它的主要核心盈利是什麼呢？核心盈利是每年超過90%的高續費率的會員費，它主要賺的其實是會員費。然後我們再說一下這個查理芒格他們的，因為查理芒格雖然說去世了，但是他的家族以及他當時他個人的持有這個股份，還有他留給家族基金的這個股份是一直沒有賣的，總共大概有18萬股的這個 Costco 的股票，現在市值的話大概在1.9億美元左右。但是你不要光看這個股票哦，它還有大額的分紅啊，它不知道是每個月還每個季度，還說那個每年分幾次，他這18萬股光吃分紅就老了錢了。很多人就只是想要這個股價的差價操作，看不到分紅，其實是錯誤的。尤其是你的體量，你的這個持股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後，這個分紅其實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巴菲特的那個錢那麼體量那麼大的錢可以趴在一個股票裡面那麼多年不動？因為他有大量的分紅拿到手裡，這都是活錢吶。所以說分紅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你的這個體量上來之後。我們看一下它的結構，那麼我們就簡單看一下，現在看的是月線上，它這裡是有過幾個中樞，下面是有過幾個中樞的，這裡有中樞，有中樞，有中樞。我們只看它最後一個中樞的離開，那麼針對這個中樞的離開的話，又是一個非常強的離開，這裡是有過回落，但是不夠比。那麼現在又是給了一個300之後出現了一個高點，那麼現在是容易出現背馳的。
因为它前面這段走的太強了，那麼後面這段的3就是1、2、3的3，這個就短的話就容易被吃，對吧？我們現在需要看一下它的內部，也就是84.06右側的，在周線上也是一筆。那我們會發現這裡有一堆 K 線，肯定是次級別是有中樞的，然後它開始出現了這個本周出現了一個衝高回落，尤其主要其實就是出現了它突破了這裡，其實有一個周線上這裡也有中樞，但是我們用的是這個非同級別分解。我一直講，我為什麼一直用非同級別分解大部分時間的原因是它簡單，我就只需要看一段就可以了。你如果說用同級別分解的話，你還要看啊，這裡有中樞，這裡有中樞，對吧？你就是需要出現中樞的延伸。中樞的延伸或者說出現中樞的擴展，它是複雜，分析起來是複雜的。你要如果用非同级別分解的話，我只需要分析一段，所以說我現在只關注最後這一段，它的內部日線上，哎，有結構了，這是從84.06進入段，然後開始做中樞，那這個中樞是不夠9段的。那麼針對這個中樞，本周的話是現在出現了一個相對比較大的回落，我們從最高點看一下，回落了6.5%，對吧？那麼就看它這個，我不知道這個下周某一天它要出財報的話，看它是不是要拉回到這個中樞裡來，拉回來的話就是繼續中樞震盪。如果說拉不回來，現在也是再有一根 K 線就夠5根了。如果說回不來的話，就是一個300，出現300之後，看它是直接微轉，還是說在這裡做中樞。出現2個小中樞之後，看它能不能夠再往上選，對吧？想要走反向也可以，那就是周線上它出現一個周線頂分型了，然後看它是不是要出現回落，出現周線回落之後，看它是不是要踩一下120周這裡，踩一下120周，它還可以繼續往上走，對吧？那其實這裡不是還是要借用前面的這個中樞的話，不還是中樞震盪嗎？對吧？所以說你就把這個多個周期結合起來，然後多個方法。非同級別分解結合起來的話，你就能有一個立體的一個這個交易了。再看一下這個 PATH， 這個 PATH 的話，它主要是什麼公司呢？它主要是企業流程自動化的龍頭。那麼它主要是提供機器人流程自動化以及 AI 驅動的代理式業務編排軟件，幫助企業實現日常辦公流程的自動化。它的有什麼互融合呢？極高的企業底層及切換成本，就是一旦買了他們家公司東西的話，你想切換到其他公司，就是切換成本太高。其軟件機器人深度嵌入全球巨頭的日常運營財務系統，一旦停用，面臨着業務停擺。所以它是 RPA 賽道的全球絕對霸主，目前正全面轉型為 AI 智能體的編排平台。它的主要公司客戶有這個雪佛蘭啊、英特爾，還有 DHL。就這些送快遞的，那麼超過1萬家大型企業及政府機構，主要競爭對手有這個微軟，微軟有這個 Power Automate 是它的這個競爭對手，還有這個 ServiceNow， 這個我們之前是說過這個，還有一些這個其他的公司。然後最大的問題現在是大模型對傳統 APA 的顛覆以及客單價流失，就是這個像現在比較有名的就是這個 Anthropic， 就這些大模型這些這個智能體。對它的衝擊也比較大，面臨着這個生成式 AI， 就是這個智能體 agent 可能直接取代傳統流程腳本的行業性危機，正在儘管他們現在也在加速推出 coding agent 轉型，但市場的信息重建是需要時間的。你會發現它現在處於一個相對底部，這公司基本面，這只我們剛才說的只是我簡單的搜了一下它的公司基本面，但是。這些只能是作為一個參考，對吧？需要你個人，如果說你對他的公司感興趣，對他的這個行業了解非常深，那你需要你去個人的去做一個調查。但是它的圖形上是確實是處於一個相對底部，尤其是我們看一下圖形，它這個9.2的話又是一個最低點，這個9.2現在是一個最低點，前面是出現過幾次低點，但是又打了一個新低，在最近就本月又出現了一個新低點。如果說這個位置能起來的話，還是非常牛的，因為它是一個進入段。做了一個大中樞，月線上做了一個大中樞之後，這個結構是飽滿的。如果說結構飽滿然後能起來的話，那再次回到前面的90的話，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對吧？所以說現在這個結構是飽滿的。我們再看一下周線上，那麼周線上我們現在關注其實就是最後這一筆，從11.84到這個最低點9.2，它的周線上可以沒結束，它可以繼續往下走啊，對吧？雖然說現在是出現最低點了。有
可能結束，因為它這個 MACD 已經拉回到0軸附近了，有可能要結束，但是也可以往下延伸呢，理論上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說你要看它最後這一筆的內部。好的，那麼就到了周線上了，周線上它現在還是一筆，這就有反彈，但是都不夠。但是周線上好在現在已經出現了周的底分型了，然後现在周線呢也是開始收縮，還沒有交叉。你交叉之後要看它是不是要張口，張口張得大才能起來。但是它這個區間還是比較大的，這個震盪區間，47%，對吧？到上沿的話47%，到這個120周30%左右，到200周40%，所以它这个空間是有的。再看一下日線上，也就是看它5月28號周四盤後的這個結果。那麼現在在日線上的話，你會發現它這個下跌這段，就是我高量的這段的結構是飽滿的，有中樞，而且是有2個中樞，而且是一個擴張的中樞，對吧？你會發現這個下跌的時候，它的這個抵抗力是強的，就是有下跌了啊，有人買彈一下，然後再繼續彈一下。但是呢，整體趨勢還是往下，所以這種圖大概率就是應該平時做的時候怎麼做呢？就是每次反彈去做空它，每次反彈去做空的是好做的，你做多的話反而是難的。尤其你發現它是在一個大周期的這種區間震盪的回落段，是應該每次反彈小周期裡面是要這個順大逆小。什麼叫順大逆小？就是月線上它是有可能，因為前面這段要結束的話，它要月線上是走向下一段，所以說月線上是向下的話，是向下段的話，那麼你在日線上是應該做它的那個逆勢，就是說逆着它的周期來做。如果說它上漲，你應該不去做上漲，而去做空，每次做它的做空的上漲，每次去做它的上漲的做空，而不是去做多。這是你要這個告訴你自己的。雖然說看上去做多這個空間也有，我們看一下這段漲了33%，它整體從上面下來的話是跌了25%。雖然說看上去上漲的空間比下跌的空間大，但是它下跌的時候是更流暢的。也就是說，你可能持有空倉的這個信心比你做多的信心更強，因為它更流暢。你看它每次下跌的時候，這個下跌，這個在2月11號是跌了9點多，在3月24號跌了8.74%。你會發現它下跌的時候都非常猛，都是非常狠的下跌。這是在1月13號下跌了7點多，所以你下跌的時候，你持有起來是相對容易的，這就是你在具體操作的時候怎麼選。好的，那麼那就看它下周，因為前面這裡的結構是飽滿的呀，對吧？我們就看它這裡是不是要往上衝一衝到200天、120天。那麼現在這個結構，這個空間16%，所以它整體來講，現在這空間是出來了。因為現在是有可能要走月線的，為什麼現在開始做多了呢？因為它是有可能要走月線的這一筆了。對吧？因為前面這一筆的內部已經是飽滿的，所以這就是你要轉向了。也就是說，每次回落的時候應該去做多了，對吧？這就是我們利用大周期的一個結構來判斷現在是應該做多還是應該做空。因為我們一直要做的是順大逆小，順着大級別的這個趨勢，然後做小級別的這個逆勢。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PATH。我們最後，因為下周要出財報的，還有這個 CRM。5月27號盤後，周三盤後 ，CRM 其實我們之前是分析過多次的，看一下。那麼 CRM 的話，其實它是企業雲端轉型的開山鼻祖了，這個 Salesforce。那麼它主要是全球領先的客戶關係管理CRM， 就是 SaaS 的巨頭。通過這個它的這些整合的話，它提供集銷售自動化、客戶服務、營銷推廣以及數據分析於一體的數字化的運營生態，對吧？這是它的主營業務。它的這個客戶有誰呢？沃爾瑪啊、亞馬遜呢、寶潔啊、豐田呢，以及很多的跨國的巨頭以及一些中小企業都是它的客戶。它的主要競爭對手有微軟呢，還有這個 SAP 啊，對吧？是德國的那個 SAP， 還有甲骨文呢、Oracle 都是它的競爭對手。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智能體 AI 的這個智能體，這個現在價值你會發現它的估值重構，就是它的估值就是明顯
現在說有 AI 出來的話，我为什么要你这个呢？对吧？他现在说是他这个估值重构、價值重構，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在這裡。如果說這個一旦抵抗不過 AI 智能體的話，那麼它現在的這個按人頭收費、按人頭付費的模式，可能會是個很大的問題了。這是它現在的一個困境。我們看一下它的結構，現在看的是 3M， 也就是季度。現在主要關注就是最後這一筆，因為現在連季度的底分型也沒有出現，而且下跌了已經很狠了。我們看一下，從最高點已經殺下來了56%了，已經腰斬了，對吧？那麼腰斬之後，這裡其實是可以做一個大的季線中樞，然後繼續往上走，是有這種圖形上我們做這個推演的時候是有這種可能性的。但是你看它前面這段，前面這裡也是要有一個底分型啊，你看到沒有？即使是出現季線底分型，你再買都來得及。給你一個季線底分型，你再買，後面還有那麼大的空間的。我們看一下，即使是出現底分型，你再買119%，一點都不晚，一點都不晚。很多人覺得，哎呀，出現底分型我再買了，是不是晚呢？沒有明確信號的時候你就進，它這裡完全是可以沒跌完，直到這裡出現底分型了才可能往上走，對吧？很多人就着急，沒有底分型的情況下你進什麼呀，對吧？你沒有那個依據進。那這個現在，因為它這個週期是比較大的，如果說你的交易週期比較小，是日線或者說5分鐘、15分鐘，那你當然可以去更小週期做交易了。但是方法是一樣的，我在5分鐘、15分鐘上進的話，我也要有依據，我也要有底分型啊。這是你一套系統一定要有底分型才可以。好的，看一下它的次級別，月線上還是一筆，週線上，哎，有結構了，這是，哎。這是這個起跌點369進入段，然後做了一個大中樞，然後現在開始走離開。但是呢，現在這個底分型也出現了，週線是出現底分型了，但是一直是橫在這裡，對吧？小週期肯定是有中樞的。現在看的週期是週線。我們先比較一下這個週線上的這個中樞的進入段跟離開段。目測的話，這個離開段是短的，但是我們需要用工具測一下，是短的，因為它只到了0.618，還沒到這個等比例，等比例在130。也就是說，跌到130是這個跟前面的空間是一致的。那麼現在，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要這個轉向的話，看一下日線。那麼它是在5月27號週三盤後，對吧？那麼最後這段，我們現在關注的其實就是這個週線的這個離開段，因為它只有一個週線底分型啊，這個新的一筆沒有生成，因為在纏論裡面，前面這一筆。你是沒有辦法說它結束的，筆只能夠被筆破壞。什麼叫筆只能被筆破壞呢？就是說我這一筆想要它結束，想要說它結束，只能是新的一筆生長出來。在新的一筆沒有生長出來之前，你這裡都只能是，比如說你要畫圖的話，這裡可以用虛線。虛線表達的意思就是說我這筆可能沒結束，對吧？所以說這就是我們在分析的時候，為什麼要分析前面這段的原因。看一下日線上，那麼在日線上。1、2、3、4、5走了一個5浪，然後開始回盪。其實這裡是有一個中樞，其實它是處在一個中陰狀態，那麼它是可以是這個中樞沒結束，可以回來繼續震，然後繼續往下走，也可以是一個走反向。這為什麼說它是一個中陰狀態的原因，就是它有兩種可能選項，它可以是往上的一個生長，可以是往下的一個選擇項，它沒有固定下來。好的，那麼的話。如果說往上選的話，那就立刻面對了這個200天、120天，對吧？我們看一下空間，到120天15%，到200天23%。因為它如果說要走到這個200天的話，那這個3就不背馳了。那這裡其實就可以再走週線的那筆反彈了。也就是說，從163到這個220附近的話，這個就是週線那筆反彈。但是如果說即使是到了220附近的話，還是沒有回到週線這個中樞裡面，這是什麼？週線那個3脈，你發現沒有？你就會把日線跟週線這兩個系統聯動起來了。好的，那麼的話，這就是它往上走。如果說往下走的話，那就是日線這個中樞沒結束，它可以繼續往下選，也就是說去週線的這個120這個位置，130啊，去週線130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了。所以說，要注意，兩個方向都有可能選。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只能分析這麼多了。感謝大家的觀看，再見。